虚空法界，隔音之谜第14期。大家好，书接第13期。生前作恶的灵魂，死后能一了百了吗？高我或指导灵会真心实意地护你周全吗？自杀能提前结束人生课业吗？失败者和逃兵，谁更羞耻？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。这期将通俗地为你讲述不同灵魂的生前身后，可以让你更加清晰通透。看完必定能有所感悟。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。恶灵生前贪婪无度，横征暴敛，损人利己，躲过了司法公正。死后傻了，怎么不是一了百了吗？不是吧，没完啊！他会畏惧光动后是通往阴曹地府，打死也不跟随引导灵进入中阴，看引导灵都好似判官，宁愿留在世间游荡。后来发觉自身能量日渐稀薄，就开始继续利用自己的能力，使出惯用的伎俩，去压榨他人的生魂能量，作恶获利，亦或满足人们贪图享受名利的心，暗中操作，把此人日后的福报运作提前变现，然后收割这些人的阳寿给自己充能，10年阳寿换1年好日子。鬼是无法给他人真实的天赋加寿的，但可以挪移能量的均衡性，让你透支属于你日后的能量额度，导致日后日子更苦不堪言，厄运连连。若事主之前白白尝到了小甜头，自然又会与虎谋皮。这就像用信用卡贷款去还另一张信用卡的债务一般，无形间透支，掏空了自己的未来。天使守护灵，白魔法的运用也无法为你天赋加寿，只能帮助你把额外附加在你身上的黑魔法影响力消除，恢复平衡的状态。这个平衡可不是平安无事、健康喜乐，您要做的课业，要经历的坎坷，一样也少不了，只是少了暗中被捣鬼的额外添加的那一块。总体上，若一个人可以做到内观、内省、内赏，心性中正，无欲则刚，就压根儿不用外求、外寻、外祈。谁能比你自己的高我或指导灵更真心实意地护你周全呢？那被恶鬼祸害的时候，为什么我的高我指导灵不来搭救呢？一个人若使用自由意识去外求，并且求那些违背自己生命铺陈的，导致自己或他人生命轨迹被变更的，破坏游戏平衡性的外挂般的人生体验，那高我会认为你匮乏被恶灵骚扰的经验，或渴望历经更坎坷的生命历程。不管哪个，都是你渴求加大习题难度的自我夙愿，应该被满足，让你充分地体验到自己欲望带来的各种失衡与连锁后果。既然高我给你安排好的人生功课你不愿意接受，那高我乐于看着你在各种课外辅导班上忙碌。你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，那水杯很烫不要碰，但是孩子一定会亲自去尝试着理解烫这名词背后的含义。来自爱的拘禁无法帮助小我得到成长，还会激发出被束缚后的恨与渴望挣脱木偶人生的冲动。自杀者，在前面的章节里，我们探讨了死亡的发生与离世后将面临的各种常见问题。粗略地回忆一下，死亡分为宿命、厌世和逃避3类。不管死亡的形式是什么，但都无疑是灵魂的意识自主的选择。在死亡后，因其生前的认知与自我觉知水平的程度不同，会开启不同的亡灵历程，或在阳间鬼混，或进入阴间里各种虚拟的亚空间中历经筋膜直到醒悟，或跟随引导灵回归中阴界。因宿命到期而达成的死亡，其魂体会心满意足，直接回归中阴卸任，意识会把接引灵当作菩萨、家人、天使，欢喜跟随。厌世放弃类导致的死亡，依据自身卡顿的心结不同，或在阳间当地附灵纠缠不休，或进入心魔阴间。离世后的鬼魂，按照生前的信念做善灵或恶鬼，进一步完成自己的人生功课，助缘他人领悟到更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内心认知扭曲，经常评断是非，说人长短的人，在死亡后看到的引导灵是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、长舌生绝的恶魔或铁面的判官，根据文化信仰不同而不同。接引灵本无形体，但是它能影映出被接引者的心性认知，就好像是亡灵意识的镜子。当亡灵的意识主频率中充满了畏惧与惶恐，认知中充斥着对人性的恶与是非的评断心，人生中总是喜欢把自己扮演成被害者或点评八卦的道德评委、键盘侠，那就坚信要有一个判官，同样也要对自己做出指正和训责。这不是善恶有报，而是自我心魔的映射。因逃避家庭的、社会的责任，无法或不愿面对挫败，在世俗压力下不能应对与承担并化解必须自己承担的课题时，选择了终极的逃避，用自杀脱离是非的纠缠。其灵魂离体后会直接被引导灵接管，进入一个特殊的中阴运作机制中，特事特办。恶性自杀后的灵魂不经历鬼魂游历期，也没有资格自主进入阴间或回归中阴界。恶性自杀者们即为了利己而自杀的人，这样的要按逃课处理，需参加补考。灵魂会被直接投送到原本自己出生的那天，或导致其崩溃的整个事件开始的那一刻，再一次次的反复经历，直到他在某一次中有勇气去面对与承担自己的课业，完成人生的整个历程。这一轮续的过程可能历时何几千万年的反复，但当事人感知的人生与所处的时代和所有互动的人物、世界背景都是与原版一致的，没有丝毫变化。在此期间，他无法和外界沟通，感受不到除自己高我之外的外界音讯。高我不会设计不可能达成的任务，所以再难的题一定有解，而且必定是在你当下的能力范畴之内的。导致死亡的行动，其初心是利己还是利人，结果大不同。亡灵离开身体后，其意识状态决定其后需要经历的流程。自杀前请三思，在困难时是动动脑子挺过去，还是反复历经千百次，哪个更划算些？不管道路有多么的坎坷，在其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，请相信这都是必要的经历和高我对灵魂无私的爱与教导。高我压根不在意小我在世间的虚名假利、爱恨情仇这些得失心，所以别去质问上苍为什么这样对我。若你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你的种种在意上移开后，或许能看见真实的世界就在那里，而你那非死不可的理由，半年1年后犹如临盆时的阵痛，只是一段记忆，仅此而已。生命中的兜兜转转，各种迂回，不是在浪费时间，每一次失败的尝试只会让自己更加清楚地看清光明的方向。别去寻求平等，那里没有你的课业。别说苍天不公，质问为何这样待你。这就是你的命，认了，服了，但不认怂。冷静的思考，认真的品味，找出可以达成的企图。失败再失败无所谓。当你的关注点不再在得失上，剩下的只是经历，没有了恐惧与痛苦，只有经历和经历后的感悟。就像是蜜蜂一般，一路上电网、杀虫剂、猪笼草、飞驰的汽车、顽劣的小孩，这些只是经历。巢穴需要你两腿挂满花粉，带着蜜汁回家。怎么去的，怎么回来的，别人能达成的你也应该能，不能也没有关系。淘汰掉太笨的也是种群的好事。很残酷，但很现实。有成功必定有失败，但失败的尝试让成功的坚持更坚定。失败的意义甚至要高于成功的意义，因为都付出了同样的努力，只是负责探索的方向不同。而同时探索所有可能性是最快的发展模式和最高效的手段，这叫做穷演算。从开始的第一刻，本源就知道有绝大多数的面向会碰壁，无功而返。失败是必然，所以永远不要畏惧与羞愧成为一个失败者，但不要成为一个逃兵。因为你负责探索的这个面向，
必须得到探索，只有竭尽全力了，还是证实其不可行，才能印证其他面向的唯一可行性。半路放弃是不被接受的，而灵魂不死，时间永恒，在这里被运用得淋漓尽致。请相信我，无尽的重复远比硬着头皮死扛过去要糟得多。到此，人间与阴间的事就算是交代的差不多了。当鬼魂在世间逛荡够了，各种不舍和挂怀也都放下了，眼看自己的能量快要耗尽，累了，腻烦了，终于渴望解脱了，引导灵会在出现在其身边，打开维度牵引光，引渡鬼魂的意识返回中阴界内。当然要是你真活明白了，不完了也就直接走了，叫做圆寂、羽化、化红，这一类压根儿不会滞留在阴间。引导灵不是来接引的，而是来恭迎的，走入的也不是普通的维度牵引光，而是直通高维的龙鹤频波光动。龙鹤形容的是频率的波形，稳定而振幅柔顺。有一种例外，经历了漫长的修行，把自己修成了法执，到死的时候幻想自己是羽化了，然后意识在阴间构建出个类似仙境洞府、天国瑶池类的亚空间，然后就把自己关了进去。要是其宗教还有传承体系，里边的鬼仙还会同类相聚，共同痴迷，相互勉励。跨维度牵引光也是有等级的，不同色彩和流明强度会通往不同的维度频率场域。鬼魂可以自主选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光色进入，通过它回归到与自己当下意识次第最匹配的频率场域中。小我意识和集会依据自身渴望逐渐开启多个平行自我，同时探索不同面向上各种可能性的人生，使用与触发各种不同的自我内在意向潜能，这样或那样的形成尝试，带来不同的感悟与收获。不同小我间互不可知，但相互制约，达成宏观平衡。看到这里，希望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。第14期结束，谢谢观看。